昨天和哥哥一家人去逛街的时候，在路边的窨井盖上发现了这个猫咪。环卫工人讲是对面宠物医院扔的。我们把它带到了专门放猫咪的出租屋里。小猫咪骨瘦如柴，身子后面的毛已经被剃光了。哥哥说这肯定又是宠物医院做试验品的猫咪，觉得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把它丢到路边了。也可能是谁家养的猫得了病，救了一段以后不愿意再救它了，把它扔掉了。这只猫咪的毛已经被剃了，应该是做什么手术了。当时救它的时候，听路边的环卫工人讲，这个猫咪在路边已经待了1个星期左右了，身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。找来了一只小猫窝，猫咪马上就进去了，在路边冻了1个多礼拜，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明天带它到宠物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病。既然救了它，就会好好的善待它。我们赶到了医院。在不在？差不多。他那个叫啥呀？就那个原来。医生也被这只猫咪的惨状给惊呆了。他问我们：“你们从哪里捡的这只猫啊？怎么这么惨啊？”医生在细细的检查，看看它的生命体征。医生说这只猫太虚弱了，一会儿治疗的时候，清理伤口的时候，连麻药也不能用，甚至安定也不能打，只能让它生生的忍着。都长口了吧？医生告诉我们说，这只猫是被宠物医院反复开刀缝合练手的猫。不害怕。一会儿治疗的时候，连麻药和安定都不能用，因为它太瘦弱了，怕用上麻药或安定以后，它就再也醒不来了。医生去叫护士和去拿医疗器械了。可怜的猫咪，孩子在抚慰它。猫咪在没有用麻药和安定的情况下，被医生清理着伤口。看着猫咪痛苦的样子，无法想象猫咪在别的宠物医院当作实验品，被医生无数次的练手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。难以想象猫咪在那些无德的宠物医院里被当作实验品的时候，它身上被他们无数次的用刀划开，缝合，再划开，再缝合。猫咪经受了多少这样的痛苦。咪咪，因为猫咪身上被缝合的地方已经腐烂，医生要一点一点把那些腐烂的肉给清洗掉。咪咪乖。咪咪，披萨。在这儿呢。乖一点。披萨乖。披萨。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，心痛的想陪它几滴泪，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，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？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，其实也没真正地爱过谁，
匆匆到人世间，赌一场是非，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。被那些往事缠绕，这些烂肉必须清理的，不然会得败血症，那是就无药可救了。他们说，一些无德的医院、无德的医生，就是拿这些流浪猫当作练手的工具，而且是抓那些比较亲近人的流浪猫，因为这样的猫比较好抓。在屋里拍了一会儿，实在是受不了猫咪那种痛苦的惨叫，站在门外默默地为猫咪祈祷。清理完了，医生说让猫咪先住院几天，因为它有点感冒了。毕竟在外面待了7、8天，没有人管，身上的伤暂时无法手术，因为它太瘦了。手术如果不用麻药，它会非常痛苦；如果用麻药，它就会醒不过来了。今天是送到医院的第4天，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每天除了输液，还要打小针。护士在给猫咪打针，护士给我讲，她打针已经没有了疼痛感，因为之前她在别的宠物医院当试验品被那些无德的医生练手的时候，不知道受了多少折磨。第2碗猫粮也吃完了，真的是饿坏了。护士在往他的嘴里喷药，因为口腔溃疡，必须每天要喷药3次。你怎么还吃呀？不吃了啊？刚刚给它戴上了脖套，把猫粮一倒上，它还要吃。刚才又去问大夫，问他可不可以吃这么多东西，医生说可以，我就把他的脖套给去掉了。吃吧啊，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。猫咪在医院的精心治疗下，已经开始正常的吃东西了。由于猫咪有将近10天左右没有进过食，现在它在吃猫粮的同时，给它补充一些罐头和汤汁儿等营养。今天喂猫咪的时候，发现它脖子有点红，就是这点，你看红了。因为平时猫咪都戴着脖套，也没有注意。今天中午我来喂猫咪，把它的脖套去掉，让它吃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脖子上好像有一块已经烂掉了。护士把医生叫来，给它清理和检查伤口。医生讲要把脖子上的毛去了才能看清。揪了10期的毛，啥毛都能让人见着的那些负的。剃了毛才发现脖子上烂了一个洞，已经露出来骨头了。医生讲这是被无数次的皮下注射，然后又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，慢慢的腐烂，造成了这样大的伤口。可怜的猫咪在被当作实验品的时候，不知道脖子下面被多少人用针头去扎过。小橘猫一定知道医生是在救它的命，所以它很乖，一声都没有叫。医生说，猫咪下面的伤口已经长出了新肉，